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医学上一个惊人的发现168断食竟然会增加死亡的风险。我相信大家都听过168断食，168断食就是控制饮食的这个时间8小时之内呢，你可以随意的吃，8小时以外的16个小时你只能喝水，还有其他没有热量的东西。却有医学文献发现168断食其实对健康是有负面效果的。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，邱医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做过168断食？有做过的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1，没有做过168断食的呢请打0。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从事168断食的心得。健康加财富，知足就是福。2020年在JAMA上面有一篇随机分配的对照试验，将受试者分成2组，一组采用168断食法，另外一组呢一天随意吃3餐。采用168断食的这一组呢，每天8个小时，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之间随便吃，高兴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另外的16个小时呢，只能喝水，还有其他任何没有热量的东西。3个月以后分析他们的体重、体组成还有体脂肪的差异，结果发现呢，168断食在没有其他方法介入的情形之下呢，并没有比其他控制热量的方法更有减肥的效果。这是告诉我们说168断食对减肥没有帮助的一篇文献。这种正面效果未必会出现，但是却有医学文献发现168断食其实对健康是有负面效果的。2025年有一篇发表在糖尿病跟代谢症候群医学期刊上面的研究论文，它的题目是进食时间少于8小时与全死因的死亡率、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还有癌症的死亡率之间的一个关联。针对这几年来风靡全球的168断食这种间歇性断食呢进行研究，追踪将近2万名美国成年人，而且追踪时间达到8.1年这么长。结果有3个发现。第一个发现说，跟进食时间12到14小时的人相比，每天进食时间少于8小时的人呢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呢显著高出 135%。 这种跟心血管死亡率的相关性呢，在本身患有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的人群当中呢，有同样的显著效果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有没有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呢，你都会有这样子死亡率高出的现象。但是癌症的死亡率跟全死因死亡率呢，就没有这种显著的差异。所以他说呢，虽然长期的轻断食可能有助于体重的控制，改善你的代谢指标，但是长期的观察研究呢，却显示出对健康不利的影响。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利的影响呢？这篇论文当中呢，有提到说，这种限制进食的减肥方式呢，可能导致非预期的肌肉量的流失。对于中老年人或者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的族群来说呢，肌肉量是维持健康的重要基石，不应该为了减重牺牲掉你的肌肉量。当然，这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。目前呢，虽然还不能100%确定说这个短时间进食是直接导致这个死亡率增高的原因，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潜藏的因素例如说，采取极端断食的人呢，是否他本身生活压力也比较大，或者是有其他未被校正的生活习惯，导致他们的死亡风险比较高。根据这篇论文告诉我们的资讯呢，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做法是，最好是平均分配你的早餐、中餐跟晚餐，这样子的饮食方法可能比长时间空腹呢更有助于长寿。也就是说呢，规律跟适度比极端的限制更能带来长期的健康的效益。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就是8件事，那就是吃穿起居酒色财气嘛。吃就是少量7分饱，穿就是整洁不华丽，气就是早起多运动，居就是乐观多读书，酒就是品尝不受罪，色就是节律不淫乱，财就是计划不强求，气就是谦恭讲信义。提供给大家茶余饭后养生8诀做个参考希望今天分享内容对你有所帮助。欢迎大家订阅邱医师的频道，按赞分享，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。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，请在下面按个赞。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，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，请按订阅。下回见。